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又坐在家里和大家来随意的聊一聊。总算最近盼来了一些好的消息。广州疫情好转，市民呢都松了口气啊。需要养家的打工人呢可以正常上班，闲暇人员像我这样的退休人员呢，可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了。但是遥望仍然陷于风控之中的上海的同胞呢，只能为他们祈祷了。在疫情中生活的人们对两样东西感知最深，一个呢是尊严，当你正当盛年却无法工作，就会失去价值，就难以得到身边人乃至社会的一个尊重，甚至呢你什么都没做，仅仅是从一个带薪的这么一个疫情的地区回到自己的家乡，老家呢都不欢迎你回来，甚至呢成了过街老鼠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尊严？第二呢是自由，试想必须禁足哪儿也不能去的日子，是不是对人应有的权利的最大的一个禁锢呢？人可以贫富不均，可以忍耐物质的缺乏，唯独呢不愿也不能失去自由，这应该是人的天性使然。前些日子呢，广州出现疫情，虽然呢不算严重，但是3番5次的全员核酸检测，有些地区呢风控管控也在相当程度上的影响了人们的出行。我住在祈福新村，相对还好，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屋村里面呢，并没有出现阳性的病例，而且村内的空间足够大，不出村呢就能够活动，有空间运动散步，正如我在视频中和大家分享的，还能骑单车到处逛逛。这也是作为一个退休人员尽量服从疫情的管理规避一些风险，于己于人呢都得忍耐一时，短时间呢倒也没什么。但是这个疫情已经持续了2年多时间了，确实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甚至呢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并让很多人产生了悲观的情绪。不知道网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否也受到了影响，大家的心态和心境呢怎么样？真想和大家有交流的机会。我呢想聊聊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心态的一个转换吧，从免不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到因为一些顿悟，到现在的平常心处置，来和大家做一些分享。我自己从小呢就喜欢读书，家里也不缺书，我自己的 iPad 中呢更是储藏了一辈子都看不完的各类的书籍。但是老实讲很多年都没有潜下心来读书了。面对纷繁的世界，人呢很容易被潮流裹挟，被利益左右，似乎呢每天都在忙于工作，或者在忙工作的路上，想的呢都是如何超越，美其名曰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其实呢却恰恰缺少了一些思考。直到这段时间呢经常困在家里的时候，无聊之中呢勉强读了一些书，其中呢重读了一本《老人与海》，突然有了一些顿悟。其实这是少年时候读过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呢和它的作者名气很大，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当年的这个阅读只依稀停留在老渔民、海、困苦、艰难、顽强一种生活的本能与大自然你死我活的一个搏斗，这样的一种悲壮感这些呢对于当年的少年时代的我们应该是有激励人生去拼搏的现实意义的。但是当我们自己年过半百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和悲欢离合，重新再读这本经典的作品呢，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感悟，反而让我们面对书中老渔民圣地亚哥面对怒海的悲壮场面有了几分坦然。先来简单聊聊作家海明威这个人。作家的人生和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经历与他的作品呢，肯定是有着因果关系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一些地方，尤其是网上呢，可以了解到海明威这位作家的一些生平。海明威不仅仅是美国，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的一个精神丰碑。他的作品触及了人类对自身的一个文明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如何生活下去？海明威呢，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母亲呢非常热爱艺术。原本呢，他也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他的出生和生活的那个世界动荡不安。年轻的时候呢，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也曾去报名参加，希望能够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是呢，因为当时他的眼睛的一个疾患，没有能够入伍。后来呢，他还是想尽办法参加志愿救护队，成了红十字会的一位司机，并且呢，他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不得已他回到了美国，开始写作，并且呢，成了一位记者。在那个时期呢，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作品和小说。当时他的一部作品《太阳照样升起》发表以后呢，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后来呢，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移居古巴，一直在古巴呢进行文学创作，并从事记者的工作，并在40年代呢曾经还来过中国来报道抗日战争。直到后来古巴发生革命，他才离开了古巴，回到了美国。他的晚年深受很多严重疾病的困扰，最终呢，他选择勇敢地面对死亡。海明威年轻的时候，他的作品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迷茫失落的那一代发声，被称之为这一代人的代表。而后呢，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浓缩到了一本中篇小说《老人与海》，那是1952年他在古巴创作的这么一部小说，并在1954年呢，因为这本小说继他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奖项之后，得到的最高的荣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让他成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使他的作品呢广泛的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包括远在中国的我们当年的年轻时代都能够读到他的作品。只是呢，当年我们读他作品的时候，还是停留在一个粗犷、狂野，面对困难不屈不挠，表面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解读过程当中，并没有对他深层的人类的命运、人的一生需要面对的整个过程，因为没有那样的一个经历，所以呢，就缺了那样的一个感悟。经过几十年自己走过来的这段人生，虽然远远没有像海明威所处的当年的那种战争年代，2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的创伤、经济的崩塌，造成了很多人对于战争的反思，同时也引来了很多普遍性的迷茫。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年代，但是呢，毕竟来讲，几十年走过来，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慢慢呢，也走过了很多的国家，也了解了各个国家的一些方方面面，同时呢，也投身到自己国家的一个建设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了这些铺垫呢，再去重读这本《老人与海》，包括以后有机会还会去找一些更多的他的作品来读，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感悟和更高的一个境界。这也是目前这个疫情造成出行的困难，使得我们有很多人呢也会失去他的一些价值等等那些不利的状态的同时呢，也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呢，可以不得不坐在家里做一些以前没有时间做的事，读一些以前没有时间读的书，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和感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意外的一些收获。今天呢，只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我重读《老人与海》这本小说的一些感想。那顺带呢，也简单的对这位伟大的作家海明威他的一些生平来做一个复习。重读《老人与海》这本小说，具体来说，我有些什么新的感悟呢？生命其实就是与苦难共存的这么一个过程，尊严和自由呢都是相对的。一边呢是极力的追求，永不言弃，而又不得不学会一次次的与失败、失落和平共处，并成为一种习惯。既然努力未必成功，那就享受奋斗的过程，这是一个有得有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像人生终有终点，去经历丰富的世界，经历跌宕起伏，每个人的生命呢都是那么独特和完美，开放出一生的灿烂，虽然呢未必一定辉煌。所以以我现在的理解，人生的目的呢在于生活，而非只是活着。生活呢是需要物质基础，还有自由的环境。即便你被关在囚笼，也要锻炼身体，保持思考，而非坐以待毙。疫情呢造成某些地区某些人们呢坐困家中，
使得那些人感受到失去自由的那种不同寻常的痛苦的滋味。大家感到沮丧，有些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呢，也不能太过消极，坐困愁城，没有必要。所以呢，读些以前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做些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做的事，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当下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事，这也是当下我们与疫情的相处之道。最近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读过《老人与海》之后呢，发出这样的一句感慨，说人生所有失去都是命运有所安排，想明白了呢，就不用等到明天会更好，其实每天都很好。最近呢，上海的疫情比较严重啊，大部分人呢都被困在家里。有一位上海出生的演员叫马伊琍呢，她表现出了她积极的一面。她说，即便坐困家里，其实也是可以有些事情可以做。比方说可以搞一搞长久没有搞的卫生，把家里整理的叮叮当当，也是一个小小的成就。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在抗疫的过程当中啊，找到自我，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我想呢，这是痛苦的疫情为我们带来的小小的感悟和少有的内心的一个平静的这么一个时候。趁着寂寞难耐，准备呢多读几本书。所以我也想请教各位朋友，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书单可以推荐呢？谢谢你们听我的唠叨，也祝大家呢都有开心的每一天，感受到人生的非凡和意义。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一期再见。